第129章突破七星。操纵着摇摇摆摆的身体，萧炎心惊胆战地飞跃过了这几十米的深渊。待到达对面之后，还来不及降落，体内宣布告捷的斗气便是飞快地将背后的紫云一缩的一声给收了回去。顿时，半空中一道人影发出一声悲哀的惨叫，然后呈直线垂直掉落，撞进了一处柔软的草地之中。本就已经到达极限的身体，在这么一撞，萧炎眼前一黑，终于是彻底的昏迷了过去。在萧炎昏迷后，药老这才晃荡着从戒指中飘荡而出，望着狼狈的萧炎，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双手将之托起，然后对着魔兽山脉深处缓缓行去。竟然敢强行使用地阶斗技，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啊！沉睡的黑暗之中，萧炎迷糊地觉得全身似乎被泡在冰凉的水液之中一般，一道道温润平和的能量从身体的无数毛孔中钻进，在体内静静地流淌着。能量所过之处，那因为斗气的过度用尽而导致略微有些破损的经脉正在缓缓地被修复着。在当把经脉与肌肉修复到正常状态之后，体内所流淌的温润能量便是顺着经脉的运转，最后灌注进了位于小腹位置的斗气气旋之中。有了这忽然加入的新生菌，那原本慵懒旋转的气旋便是犹如被注入了高速的马力一般，旋转速度骤然加快。而随着气旋运转速度的加快，那些在经脉中流淌的能量更是犹如受到了牵引一般，一窝蜂地对着气旋之中迅速涌去。当气旋将经脉中所有的能量全部吸收完毕之后，却并未停止近乎贪婪般的吸掠。气旋在急速旋转了几圈之后，更加凶猛的吸力从中散发而出，顿时身体之外的莫名液体之中，越来越多的温润能量被吸进体内，然后经过经脉的炼化，灌注进了体积逐渐扩大的斗气气旋。这般无止境的吸掠，昏迷中的萧炎并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他只能模糊地知道，当外界灌注的能量越来越弱，直到最后的完全消逝之时，他终于是突破了意识中的黑暗，双眼朦胧地睁了开来。入眼处是一处宽敞的山洞，山洞四壁悬挂着一些照明所用的月亮石，微微动了动麻木的身体，一阵水声哗哗地响起。低头一看，萧炎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处身在一处小小的石坑之中，石坑内部被灌满了清水，不过从清水中残留的一点淡绿色来看，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水源。手掌在水中晃荡了一下，萧炎发觉这些有些淡绿的液体中竟然蕴含着不弱的纯净能量。捧起水液放在鼻下轻嗅了嗅，萧炎有些愕然地轻声道：“竟然是药水。”“的确是药水，为了给你配置这么一小池的修复灵液，可是费了我起码3-4天的时间。”苍老的声音从山洞之外传来，药老虚幻的身影犹如鬼魅一般飘荡了进来。来到石坑之旁，药老上下打量了一下此时的萧炎，眼中流露出一抹满意，笑道：“本来还以为你至少要休息半个月才能康复，没想到这才仅仅5天时间，你不仅已经痊愈，而且竟然还因祸得福地触摸到了7星斗者的门槛。看你现在的状态，或许只要再经过几天时间的修炼，应该便能进入到7星斗者的层次了。我昏迷5天了。”闻言，萧炎睁大着眼睛惊愕的道：“点了点头。”药老瞟了他一眼，皱眉斥道：“你这家伙明明能够立刻使用紫云翼逃离，却偏要逞能的强行使用地阶斗技，要不是我帮你把紫云翼激活，你恐怕连逃生的力气都没了。”尴尬的笑了笑，萧炎无奈的苦笑道：“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很想试试使用了地阶斗技能否打败一名斗师，这才冒险留了下来。你使出的那东西也叫地阶斗技？别丢人了。”白了萧炎一眼，药老撇嘴道。讪讪一笑，萧炎也不敢争辩，目光在山洞内扫视了一圈，问道：“我们现在应该是在魔兽山脉内部位置了吧？”“这里是我精心挑选的地方，附近的高阶魔兽都被我清理了出去，方圆几百米内你可以走动，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胡乱窜进来的魔兽，在这里随便什么东西都能一巴掌拍死你。”点了点头，药老提醒道。无奈的点了点头，萧炎从石坑中缓缓站起，然后取过一旁的衣服，手忙脚乱地套在了身上。“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从石坑上跳下，
体内充盈的斗气让得萧炎精神有些振奋，双拳虎虎生风地打了一套拳，偏头问道：直到你成为一名斗师？药老将萧炎的那戒抛给他，随意的道：这段时间你便安心在此处修炼吧，什么报复的那些事，等你成为一名斗师后再说。另外，炼药术你也不要落下，魔兽山脉内部药材丰富，随便找点东西来练手吧，免得每次都要我动手给你炼制丹药。望着萧炎从那戒中取出玄重尺背负上，药老说道。咧嘴一笑，萧炎点了点头，背着玄重尺缓缓走出山洞。在此处安窝之后，隔绝了那些凡人追杀的萧炎也再没有受到丝毫的打扰，伴随着安静的修炼，体内的斗气也是犹如那酝酿的美酒一般越加的醇厚。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第3天，静心修炼中的萧炎便是不出意料地突破到了7星斗者。这次的突破并没有丝毫的阻力，几乎是犹如水到渠成一般的顺利。而对于自己实力的提升，萧炎心中也是有些欣喜。突破到7星斗者之后，萧炎的修炼便是渐缓了下来，每一阶段的最后3星突破难度都颇为巨大，剩余2星的提升只能等待着他的自然蜕变，太过急躁有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修炼斗气的时间虽然变得少了许多，不过萧炎对斗技的修炼却是越来越紧凑。在山洞之外的100多米处，同样有着要老精心挑选的一处瀑布激流，在这里已经成为7星斗者的萧炎训练了10几天时间，萧炎也终于达到了药老对其使用地阶斗技的基本要求。从瀑布之下游上岸边，萧炎抹去身上的水迹，完成了一项任务的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沉重的肩膀也变得轻松了许多。到的现在，萧炎才能保证在使用地阶斗技时不会像上次那般差点遇见反噬的尴尬。坐在瀑布旁边的岩石上，悠闲地晒着阳光浴的萧炎从那戒中掏出那只在乌坦城购买到的药鼎，然后再次取出大堆的各种药材，将岩石摆得满满的。望着面前的药鼎，萧炎搓了搓手，左手轻轻地贴着火口，心神微动，一缕斗气便是从气旋中分流而出，然后传至手掌之中。随着一声噗的闷响，斗气经过药鼎火口的奇异转化，立马化成了略微有些深黄的火焰，在药鼎之中缓缓地腾烧了起来。瞧着那火焰比以前越加深邃的颜色，萧炎满意地笑了笑。待得火焰将药鼎烧暖了之后，右手这才在面前的各种药材中挑选了起来。此次炼药，萧炎并未打算使用药老的药方。要知道，每一名炼药师都需要自己研配的药方，没有属于自己药方的炼药师，与同层交流起来却是要多出几分尴尬。所以每名炼药师都会费尽心力地从无数种药材之中验配出属于自己的药方。当然，这药方的等级自然是越高越好。手掌在面前上百种药草上一过，萧炎手掌一顿，将一株散发着奇异怪味的红果抓进了手中。蛇玉果一般只生长高阶魔蛇交配过的阴暗地方，蛇性颇淫，而这种果实也有几分催情的药力。选好蛇玉果之后，萧炎又是连抓了7、8样药材，而这些药材都无一例外的具有某些催情的效果。见到萧炎炼药，药老也是偷偷的从戒指中飘了出来。不过当他看着萧炎所挑选的药材之后，却是老眉一挑，旋即沉默不语地站在他身后。选好药材之后，萧炎首先将红色果实丢进药鼎之中，控制着火焰，迅速将其中的水分烘烤出去。顿时，红果便是化为了一盆红色的粉末。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药鼎之内，萧炎再次投进一株粉红色的七叶花，此花名为欲望花，它所散发出来的香味经常会将附近的魔兽折腾得满山嘶吼。将欲望花煅烧成粉末之后，萧炎又紧接着将其他的所有药材一同丢了进去，最后7、8种颜色不同的粉末被汇聚在了一起，再往药鼎内加了一小团用欲望花煅烧出来的汁液，然后一堆粉末便是完全的融合成了一团粉红色的液体。再用高温火焰将粉红液体的水分再次蒸发完毕之后，一团淡白色的粉末便是漂浮在了药鼎之中。望着那团淡白粉末，萧炎咧嘴一笑，手掌一挥，将鼎盖掀开，手掌一吸，所有的药粉都被掠进了手中的玉瓶之中。望着自己第一次配置出来的东西，
萧炎有些迫不及待地用手指沾点，然后用舌头舔了舔。呼，嘿嘿，成功了！药粉入嘴，萧炎浑身便是感到有些燥热，运用斗气将这点燥热压下。萧炎脸庞上的笑容看上去似乎透着分难得一见的猥琐。可身后的苍老干咳声让得萧炎脸庞一红，赶忙将透明的瓶子收了起来。别藏了，不就是炼了瓶春药吗？很多男性炼药师第一次配制药方都是炼的这东西。嘿嘿，男人嘛，出乎意料的，药老却并未开口训斥，反而戏谑地笑道：微微一愣，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头望着药老，嘿嘿笑道：老师当初第一次难道也是炼制的这东西？闻言，药老老脸一红，有些恼羞成怒地挥了挥袖子：你以为我也像你这般不务正业吗？望着药老那模样，心知肚明的萧炎嘴角一扯，站起身来，刚欲收拾东西，一道剧烈的能量波动以及狂暴的呻吟声忽然在天空中犹如闷雷般的炸响。听着这蕴含着狂暴的呻吟声，药老脸色也是微变，目光紧紧地盯着远处的天空，那里正是狂暴能量的传出之地。而借助着锐利的目光，药老似乎隐隐地看见了一个曼妙雍容的女子身影。这是六阶魔兽紫金翼狮王的吼声，什么人竟然打上了他的主意？六阶魔兽？眼瞳微缩，萧炎咽了一口唾沫，那可是相当于人类斗皇级别的强者啊，谁敢掠他的虎须？